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当全球焦点仍锁定在绘图处理器供不应求时，一场由推理编排驱动的伺服器中央处理器超级抽机已悄然启动。据摩根大通首创的出货量模型预测，全球伺服器中央处理器出货量将从2025年的大约2600万套飙升至2028年的大约6800万套，年均复合成长率 38%。伴随单价年均递增大约 10%， 其市场规模将以高达 53% 的年均复合成长率前进，于2028年冲上1000亿美元大关。摩根大通将需求精密划分为3大板块：通用伺服器、人工智慧主节点与代理型人工智慧中央处理器。其中通用中央处理器年复合成长率仅维持大约 5%， 但代理型人工智慧中央处理器将以高达 155% 的成长率成为绝对爆发主力。这项爆发源于晶片配比的极限压缩。随加速器系统架构日趋复杂，加速器与中央处理器的比例已从传统的4:1，辉达最新的2:1，压缩至最新一代张量处理单元架构局制的1:1。对此，华瑞认为配比向1:1的极限靠拢，宣告了人工智慧伺服器正从单纯算力堆叠走向系统级协同控制。这种解锁算力潜能的低延迟协调要求，直接创造出数倍的实体需求。而这场1000亿美元牛市的第一大实体引擎，来自工作负载向应用推理迁移。在需要长思考的智慧代理时代，为了优化整体拥有成本，伺服器必须在绘图处理器外围部署大量的辅助中央处理器来处理检索编排、键值快取与大容量存储。摩根大通估算，今年代理型人工智慧中央处理器对加速器配比大约落在 0.5:1左右，并将随算法复杂度提升而一路攀升。对此，华瑞认为代理型人工智慧需要自主执行观察、推理、行动与安全审查等多轮循环。这种多轮推理如果全部交由昂贵的绘图处理器执行，将导致数据中心运营成本与能耗灾难性失控。因此，利用功耗极低且擅长执行调度任务的高阶中央处理器代替绘图处理器来处理这些高频低算力的编排任务，是优化整体拥有成本的唯一解药。这项技术路线移位决定了其将在2028年夺下全球通用伺服器中央处理器市场高达 50% 以上的绝对份额。在技术架构上，市场正加速推进中央处理器从传统的 x86 向更具效与功耗优势的 ARM 架构进行史诗级移位。得益于辉达自研内嵌的 Vera 与谷歌自主开发的 Axion 中央处理器强势出货，摩根大通预估到2028年，在核心的人工智慧主节点市场中， ARM 架构市占率将达到统治性的 90%， 推动 ARM 在整体伺服器中央处理器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的大约 22% 暴涨至2028年的大约 44%。 与此同时，由于超微半导体市占率攀升， X86 架构市场也将录得 25% 的加速年复合成长率。对此，华瑞认为巨头转向自研 ARM 晶片能针对演算法提供极低功耗优化，是其摆脱硬体绑定的防御。这将打破传统双巨头垄断，并为具备代工与设计壁垒的亚太半导体巨头带来稳定的长线分成。这场超级周期也将直接重塑亚太供应链格局。摩根大通指出，主机板升级与超微市占率攀升将拉动信刨、嘉泽、新兴以及晶圆代工与先进封测龙头台积电、日月光投控乃至记忆体大厂三星、SK 海力士与代工大厂伟映、英业达的业绩爆发。华瑞认为，台湾科技供应链掌握了算力重组的物理总闸口，不论晶片架构如何演进，高阶代工与实体组装皆高度依赖台厂。强大的产品定价权与成本传导机制，使台股科技龙头成为全球资金在寻求业绩兑现时最坚实的避险彼岸。当然，大宗科技投资仍需冷静防范风险。摩根大通提示了几大宏观利空，包含台积电 CoOS 先进封装产能瓶颈可能拖累出货，全球衰退推迟云端支出，以及人工智慧安全监管、地缘政治摩擦和电力与冷却系统紧缺。最后，华瑞认为全球伺服器中央处理器总出货量冲上6800万套的超级周期，本质上是人工智慧在实体变现新常态下的基础架构重组，为台湾半导体与核心硬体资产提供了实体营收背书。对于投资人而言，操作策略切忌盲目追高，
应将重心坚定锚定在资产负债表健康、具绝对技术与定价权的台股高阶硬体龙头，并灵活搭配防守型高股息资产。唯有用结构化的总经交易思维对抗宏观波动，才能在算力大重组中锁定长线资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